今日想講呢個環節咧，叫做存款創造。咁公開試好重要嘅，係年年考嘅。咁佢點樣考呢？第一部分係要記咯，係一個假設嘅部分。咁第一個假設就係話咧，要求嘅儲備率咧係少於100%，即係咩意思呢？就係話一個法例，咁香港係25%，意思即係話銀行入邊100蚊嘅存款咧，係需要有至少25蚊嘅儲備。咁呢度簡單起見啦，我哋當全部嘅儲備都係現金啦。咁即係話銀行入邊100蚊嘅存款，你至少銀行咧要 keep 25蚊嘅現金。點解要咁做啊？因為應付提款咯。咁點解唔 keep 晒呢？因為正常嚟講咧，100蚊咧就唔會一次過啲人攞晒出去嘅。咁 keep 25蚊就夠噶啦。咁即係暗示咧，銀行咧有75蚊咧可以借出去。咁因為銀行都要賺錢噶嘛，佢賺錢嘅途徑就係話咧，將人哋嘅存款咧部分借出去收取利息。咁當然啦，你 keep 得越少嘅儲備咧，你被擠提嘅風險就越大啦。所以法例嘅要求儲備即係最低嗰個就係25%。就唔好搞錯，叫做另一個叫實際。咁有啲可能好穩健嘅銀行咧，佢 keep 50%，即係話100蚊嘅存款入邊咧，有50蚊實際嘅儲備咧，係應付日常嘅提存嘅。25蚊，25% 只係最低嘅要求。好啦，第二個假設就係沒有現金流失，即係話咧，公眾係唔揸現金嘅。公眾一拎住現金咧，就會第一時間存翻落銀行，成為銀行嘅儲備。第三就係銀行冇超額儲備，即係話咧，佢可以嘅話咧，佢會借到最盡。咁我頭先講嘅例子就係話有啲好穩健嘅銀行咧，佢100蚊嘅存款咧會 keep 超額儲備嘅，即係法例要求 keep 25蚊，但係咧你 keep 到50蚊。咁呢種情況咧就叫做超額儲備。咁我哋嘅假設入邊咧係冇嘅，即係話你會見到銀行有100蚊嘅存款咧，佢只係 keep 最低嘅25蚊，即係25% 嘅儲備，咁就叫做沒有超額儲備。好啦，最後一個就係話咧有足夠嘅貸款需求，咁銀行肯借出去啫，咁人哋要先得噶。咁我哋話咧就冇呢個問題嘅，銀行一定可以借得出去嘅。好啦，跟住就到一個過程嘅部分啦。咁我哋假設咧就係最先咧銀行乜嘢都冇嘅，咁即係話全部都係零啦。跟住突然間有一個市民啦，假設又或者可以係中央銀行突然間印多咗100蚊，其實都係冇所謂嘅。總之呢100蚊咧就存落銀行，會發生咩事啊？就係話銀行嘅儲備或者現金咧會多咗100蚊。咁但係資產負債表咧，記住咧兩邊都要相等嘅。咁其實呢100蚊咧理解為咧呢個市民嘅存款啦，咁應該就係咁樣嘅。好啦，跟住睇翻我哋嘅假設。銀行咧係唔會 keep 100% 嘅現金咧作為儲備嘅。第三個假設啦嘛，不保存超額儲備，即係話咧法例要求咧100蚊咧，你只係 keep 25%，即係25蚊就得噶啦。其實咧你可以將75蚊借出去。咁考試你唔需要寫實際嘅數字嘅，咁你就話咧有超額儲備咧，銀行就會借出。咁其實應該係借75蚊嘅，咁我查唔到啦，咁唔需要分啦，我哋將啲錢借出去啦。好啦，借俾呢位叫做勇哥。咁其實個即時嘅情況咧，其實佢係爭緊銀行錢嘅，所以貸款咧就會增加100，跟唔跟到啊？咁我會計概念就係話咧，其實兩邊幾時都要相等嘅。好啦，跟住睇翻。假設2，沒有現金流失，即係咩意思啊？公眾係唔會揸住現金嘅，佢會第一時間咧存翻落銀行，會變咩情況啊？好啦，假設勇哥將呢100蚊入翻落銀行，咁存款咧就係勇哥嘅存款咧就會增加咗。
就會變成咁嘅樣啦。跟住想問一個問題，而家有200蚊嘅存款，銀行兼100蚊嘅儲備，我想問有冇超額儲備？答案係有嘅。點睇得出啦？200蚊嘅存款呢，你 keep 到100蚊，其實50% 啊，係唔需要咁多嘅。即係話呢，換句說話講，銀行可以繼續將錢借出去。好啦，於是乎銀行繼續將啲現金借出去啦。好啦，借咗俾呢位叫做大哥啦。咁其實呢，大哥爭緊銀行錢嘅，所以情況應該係咁。好啦，根據假設2，沒有現金流失，即係話大哥呢會即時呢將啲現金呢存翻落銀行。咁你發覺呢，現金呢由頭到尾呢都冇少到嘅，咁存咗落銀行，咁即係話呢存款又多翻100蚊啦。好啦，我想問而家銀行有冇超額儲備？同我諗清楚。答案，銀行仲可以借，點解啊？依家有300蚊嘅存款，但係你 keep 緊100蚊嘅儲備，其實係33%，係高過你嘅最低要求25%，即係銀行呢係可以繼續借出去嘅。好啦，銀行繼續借錢出去啦。咁將現金借出去啦，咁即係話佢爭銀行錢咯，係咁樣咯。咁你會記住咧，資產負債表咧兩邊永遠相等嘅。好啦，根據嘅假設沒有現金流失，即係話呢位阿哥咧，佢將啲100蚊現金咧會存翻落銀行嘅，會發生咩事？即係話銀行嘅現金咧由頭到尾都冇少到，但係咧存款就不斷咁樣增加啦。好啦，再想問一次，依家呢個情況，銀行仲可唔可以借錢出去？答案唔可以啦。點解啊？因為銀行而家有400蚊嘅存款，根據法例嘅要求，你要 keep 1/4，即係話至少要 keep 100蚊嘅儲備。咁即係話存款去到400蚊之後咧，就唔可以再增加啦。咁條數就係咁樣計啦。銀行嘅存款400蚊。乘翻個要求儲備率0.25，咁就係咧最低要求嘅儲備，即係100蚊。其實你可以將呢個公式調一調，我哋可以計到，就係話如果銀行有100蚊嘅話咧，其實佢係可以支持到400蚊嘅存款。其實係咪講緊同一樣嘢啊？即係話如果要求儲備率係0.25。我哋就可以計到銀行嘅儲備最多可以支持到4倍嘅存款。4倍點嚟㗎？就係1除0.25。咁我哋話4倍咧有個名就叫做銀行乘數啦。咁所以去到考試好簡單，特別一啲選擇題啦，你只要睇下左手邊銀行有幾多儲備。我括住嘅意思即係話咧，呢啲係一張張數到嘅現金。我哋就可以計到咧，銀行最大嘅存款創造啦，就係根據要求儲備率0.25或者25% 底下，100蚊嘅現金咧，最大係可以支持到400蚊嘅存款。咁就唔需要再解釋頭先嗰啲咁複雜嘅過程咯。好，我哋做翻個總結，你見到銀行有100蚊嘅現金儲備，我括住即係話咧，呢啲係現金嚟嘅，一張張數得到嘅。咁我哋要計啦，其實最低嘅存款係幾多呢？咁答案最低就係100，即係話咧，銀行咧完全唔將錢借出去，100蚊嘅存款全部用100蚊嘅現金支持。我哋話呢種情況咧，實際儲備率就等於100%。其實係最穩陣嘅，即係話就算呢個存戶100蚊同一時間拎晒嘅話咧，我哋都可以完全100蚊俾翻晒存戶。咁樣雖然係最穩陣，但係銀行咧就食谷種啦。佢純粹係幫你保管啲錢嘅啫，佢自己咧唔可以將錢借出去，做唔到生意。咁銀行都會執笠噶啦咁樣。所以現實生活咧，銀行係會將啲錢借出去，咁存戶又入翻嚟，借出去又入翻嚟，其實咧
存款咧實際上咧會不停咁樣增加嘅，咁但係唔會無止境嘅。我哋話咧有個上限。同學仲記唔記得100蚊嘅現金25% 儲備率最高可以創造到幾多存款啊？答案就係400。咁個公式就係100乘1除0.25，即係乘4等於400。有兩個講法，第一個講法就係話400蚊咧嘅存款係需要25%，即係100蚊嘅支持，咁先至唔會犯規。第二個講法喺1:4個比率底下，100蚊嘅現金咧，其實最高咧係可以支持到400蚊，即係4倍嘅存款。咁我哋話呢種情況底下咧，實際嘅儲備率係1:4，即係25%，亦都正正等於法定要求嘅儲備率啦。咁現實生活銀行咧嘅存款咧，應該係喺100同400之間。100就太過保守啦，400就太過進取啦。咁有啲比較保守嘅銀行，例如恒生銀行咁樣，佢可能去到200蚊，咁佢就唔再借出去啦。咁即係話咧，200蚊嘅存款 keep 100蚊嘅現金係50% 咯。即係總括嚟講，銀行實際嘅存款咧，應該係喺100同400之間，最低同最高之間。好，跟住去睇睇一啲公開試嘅題目啊。好，我哋先睇 A part 先，就係話法定即係要求嗰個儲備比率咧係20%，咁然之後計下咧呢個數字底下嘅超額儲備。咁我哋首先計下要求儲備先。咩叫要求儲備啊？即係法例上銀行有1000蚊嘅存款，你係需要 keep 20%，即係0.2，即係200蚊作為最低嘅儲備要求。換句話講，多出嚟嗰100蚊咧就叫超額儲備啦。不過講開又講啊，真係答題目嗰陣時咧，好多同學漏咗個單位噶，應該會寫翻100萬元噶，咁就扣咗分就唔抵啦，因為要提得1分嘅啫，寫錯單位咧就變咗冇分。好，跟住睇睇 B part。好啦，公眾不再持有現金。其實咧，公眾原本係有200蚊現金嘅，存咗落銀行。銀行咧又借出所有超額儲備，即係話要去到創造最大嘅存款，借到最盡。跟住貨幣供應嘅最大可能性轉變。咁我哋就先計咗新嘅存款會去到幾多先啦。咁我哋畫翻嗰個新嘅資產負債表。好啦，我哋話原本銀行已經有300蚊嘅現金儲備啦。咁咧，公眾咧不再持有現金，即係話咧會加多200蚊公眾嘅存入，所以咧新嘅儲備或者現金咧應該係500，呢個跟唔跟到啊？好，回應咗第一部分，公眾不再持有現金，即係呢200蚊咧都入埋嚟銀行度啦。好啦，跟住第二部分，銀行會借出所有嘅超額儲備，佢嘅意思即係話咧，銀行會攞住呢500蚊去創造借出借入，去創造最大嘅存款。所以今次存款嘅數字咧，應該係計最大嗰個。點樣計啊？就係喺20% 嘅比率底下，500蚊嘅現金可以創造到最大幾多存款？條數就咁樣計嘅，500乘以1 over 0.2，即係5倍。所以500蚊底下創造到最大嘅存款咧，應該係2500。咁就回應咗第二個部分。好啦，第三嘅部分就難少少啦。佢唔係問存款嘅改變，佢係問貨幣供應嘅最大改變。咁我哋要知道翻貨幣供應個定義咯。呢個要睇翻上一課啦。貨幣嘅供應定義就係話公眾手上揸住嘅現金再加存款。咁至於係邊一類嘅存款，就係講緊 M1、M2、M3 啦。咁我就唔再呢度多講啦。咁但係我哋知道咧，公眾手上嘅現金咧係少咗200嘅，其實因為原本嘅200咧入咗落銀行度，所以公眾嘅現金少咗啦。好啦，
而存款嘅改變係由最初嘅1000去到而家最大嘅2500，即係增加咗1500啦。所以實際嘅貨幣供應只係增加咗1300嘅啫。咁當然啦，講多次啦，考試一定係咁嘅啦，要寫翻個單位嘅。好，最後一個環節咧就叫做存款收縮。咁我哋用一個例子開始先啦。假設資產負債表最初係咁嘅，考試嗰陣時咧，公開試咧好多時咧會咁樣問咯，就係話如果銀行冇超額儲備，即係去到最盡啦已經，咁其實法定儲備率係幾多啊？同學識唔識計啊？好啦，400蚊嘅存款，揸住100蚊嘅儲備，係冇超額噶啦，已經係最盡噶啦。咁所以咧個比例應該係1:4，係25%咯。其實可以有兩個演繹嘅。咁第一個演繹就係話咧，4蚊嘅存款咧，你最低要求咧係要揸1蚊作為儲備。而第二個演繹即係話咧，如果你有1蚊嘅儲備嘅底下咧，你其實最大可以支持到或者創造到4倍嘅存款咯，即係4蚊。希望同學跟到我嘅意思啦。好啦，今次我哋假設有一位叫做阿勇哥啦，今次係提款啦，攞走咗100蚊。咁同學再諗下啦，即時會發生咩情況？好啦，阿勇哥攞走咗100蚊，其實咧銀行再冇儲備啦。咁希望同學仲記得啦，儲備其實咧係一啲現金嚟嘅，目的就係應付呢啲客戶嘅提款啦。咁依家真係唔好彩啦，攞走咗啦。咁攞走咗存款，你要永遠記住啦，資產負債表咧兩邊要相等嘅。咁其實提款嘅意思即係話咧，對銀行嚟講，存款係減少咗100咯，所以即時咧應該咧就係咁嘅樣嘅。好啦，根據法例嘅要求咧，其實300蚊嘅存款咧，你係需要 keep 25%，即係話喺你嘅賬目入邊咧，你要有75蚊嘅現金去支持呢300蚊嘅存款嘅。呢個係一個法例嘅要求。所以有陣時你見到銀行閂咗門，但係入邊啲人咧係咁做嘢咧，其實咧就係計緊咧當日嘅存款夠唔夠現金去支持啦。如果唔夠嘅話咧，現實生活啦，冇問題嘅。你當日咧最緊要冚翻條數，而家仲差75蚊嘅現金去支持300蚊嘅存款。其實你係可以同中央銀行借75蚊去符合翻個要求。咁當然啦，同中央銀行借錢咧，你都要需要俾利息嘅。咁呢度順帶講下啦，同中央銀行借錢嗰個利率咧就叫做貼現率。咁另外咧，香港由於係冇中央銀行噶，咁如果其他銀行唔夠錢咧，個慣常做法咧就係同最有錢嗰間銀行借啦，即係匯豐銀行。咁一樣啦，同匯豐銀行借錢咧都要俾利息嘅。同其他銀行借錢嘅利息咧就叫做銀行同業拆息。咁呢個題外話嚟嘅啫。咁總之，是但搵一個借翻75蚊現金擺翻落去，咁當日咧已經符合翻最低嘅要求噶啦。但係今次好唔好彩，題目如果話咧成個銀行都冇現金，咁就大鑊啦。我哋要咧用最下策。好，嚟多次，如果真係成個銀行體系都冇現金，我哋要用最下策咧，就係話咧追收翻啲貸款啦，要啲債仔還錢。咁還完錢之後咧，退翻俾存戶。好啦，你會見到咧存款咧係不斷咁樣收縮嘅。好啦，收縮到幾時停啊？直接符合翻個法定要求。喺呢個例子就係話咧，由於你根本就係冇現金或者冇儲備，所以咧你根本咧就唔應該有存款，因為你1蚊現金都冇，根本唔可以支持到有存款。咁即係話咧，你叫人還款咧，
收翻晒300蚊，然後300蚊咧全部退翻俾存戶，咁就清空晒啦。咁其實心水清嘅同學都知道咧，存款收縮最大跌幾多咧，同其實存款創造最大升幾多係調翻轉啫嘛。如果銀行嘅現金增加咗100蚊，咁其實可以創造到嘅存款，如果係25% 啦，即係1/4啦，咁就可以創造咗4倍咯。咁相反啦，如果有人攞走咗100蚊現金走，咁存款最大係要跌幾多啊？即係調翻轉啫嘛，咪跌翻4倍咯，咁先至符合翻個法定要求咯。咁睇翻 past paper 咧，其實存款收縮就一直都未出過嘅，直至2023。我講緊問答題啊，就係講翻頭先嗰種情況啦。如果銀行唔夠現金，或者成個體系都唔足以支持到現有嘅存款，佢就需要咧向貸款嗰方面埋手啦，追收翻啲貸款，然之後咧退翻俾存戶，減低翻嗰個存款，應付翻嗰個最低要求。所以咧存款係會收縮或者減少嘅。咁至於選擇題方面咧，跟住睇下2013年選擇題，睇下同學識唔識做啦。試下暫停個畫面，不過我俾啲提示或者指引同學先。好啦，同學可以參考呢3個步驟或者提示啦，然後試下自己計唔計到個答案。好，步驟1就係話喺400蚊嘅儲備入邊有160蚊係多出嚟嘅，即係剩翻嗰240蚊咧先至係最低嘅要求儲備。咁呢240蚊咧相對於1200蚊嘅存款咧，其實係20%，所以要求儲備率最低嗰個咧就係20%。跟住步驟2就係計最大嘅存款新嗰個，咁我哋先計個儲備先啦。咁原本有400蚊嘅現金，咁跟住咧我間低咗啦，公眾攞走100，咁即係話新嘅儲備咧其實係得300嘅啫。好啦，銀行有300蚊嘅儲備，佢存款係幾多啊？第二個提示我都間低咗啦，銀行借出全部超額儲備，即係暗示乜嘢啊？呢個存款咧係要最大嘅。好啦，有300蚊嘅儲備底下，而要求儲備率係20%，暗示咧啲300蚊嘅儲備咧，其實可以支持到5倍嘅存款，一除0.2即係5，所以咧最大嘅存款咧應該係1500。好啦，最後一個步驟咧就係問貨幣供應，其實即係問緊你，考緊你貨幣供應嘅定義。好啦，貨幣供應嘅定義就係公眾手上嘅現金再加存款。咁我哋見到咧，由於公眾咧原本已經有200蚊噶啦，跟住咧再攞多100蚊出嚟，所以加多100。咁而新嘅存款咧就係頭先計咗啦，1500。所以答案呼之欲出就係1800啦。咁記得如果係問答題嘅話咧，記得寫翻個單位啦。而選擇題嘅答案咧就係 C。